全球现货金价一度飙破了每盎司4900美元，离5000大关真的就剩最后1公分了。如果你还在用旧思维，觉得这只是因为打仗，因为乱世，那你就真的看错重点了。这一次的暴涨，本质上是全球对纸钞的集体大逃亡，大家不再相信美元能一直保值，连各国央行都在疯狂去美元化，把手里的美元换成沉甸甸的金条，这是一场无声的金融革命。我预测2026年底金价不只会破5000美元，高盛甚至已经上调目标价到5400美元，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财富重新分配机会。如果你现在还看不懂这个逻辑，很可能就会在接下来2年眼睁睁看着资产缩水。今天我会帮你把这个局彻底拆解清楚，从信任崩塌的真相到2026年的实战投资建议，最后我还准备了一个价值100万的 bonus 送给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那个关键动作可能会决定你未来10年的财富等级。很多人问我，现在金价都快5000美元了，还能买吗？其实我也犹豫过，记得2024年底金价才刚过2600美元，那时候我手里有一笔闲钱，身边朋友都在冲股市，冲 AI， 说黄金是老古董才买，但我当时心里总觉得毛毛的，因为我看到美国的债务中在那里疯狂跳动，几秒钟就是几百万美元的债，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发现这个借钱的人根本还不起钱，那手里的这叠纸还算什么？于是我就配置了一部分实体金条，没想到短短1年多，这笔投资的涨幅竟然跑赢了我大半的股票。这不是我聪明，而是我意识到了一个生活中的简单道理，就像你借钱给一个天天挥霍、债台高筑的朋友，一开始你觉得他家大业大没问题，但当他开始耍赖，甚至要你买他家印的代金券来抵债时，你唯一的反应就是把券赶快换成他家厨房里那块真金白银。现在的全球金融局势就是这样，以前我们说黄金避险是避战争、避通膨，但2026年的现在，黄金是在避信用的险。当美债规模失控，当川普政府的政策让市场担心美联储的独立性，当各国央行发现美元可能被当作制裁武器时，黄金就变成了唯一不需要别人承诺的资产，它不需要政府担保，它自己就是价值。讲一个身边真实的案例，我有个朋友在东南亚做贸易，以前手里总是留大量美元周转，觉得稳如泰山，但这2年汇率波动大到让他睡不住，加上全球贸易战动不动就加征关税，他发现有些国家竟然开始犹豫收不收美元。他去年一狠心把30%美元换成黄金，前阵子吃饭，他整个人气色都不一样。他说这辈子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不管外面怎么乱，不管哪家银行倒闭，他看住保险箱里那几块金砖，心里那种这钱绝对是我的安全感，是任何数字都给不了的。这种集体恐惧就是推动金价冲向5000美元最强大的燃料。说实话，很多人看金价冲到4900美元就恐高了，觉得这是不是泡沫？但我告诉你，这一次的动力跟以前完全不同。如果你去翻看各国央行的账本，你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从2025年开始，全球央行买黄金的速度不是在增加，是在疯抢。高盛最近直接把2026年底的目标价上调到了5400美元，甚至有更激进的分析师喊出了7000美元。为什么？因为现在不是我们在买，是全球的大庄家、各国政府在带头清空美元，换成黄金。2026年的财富真相，大庄家正在换庄。想象一下，你跟一群人玩大富翁，玩到一半，大家发现庄家手里的地产券越印越多，甚至多到可以绕地球3圈，你觉得这游戏还玩得下去吗？这就是现在2026年的现实。第一个机会点，央行与平民争金。2026年的一个奇观是，各国央行已经开始通过黄金 ETF 这种金融手段，直接在市场上跟我们普通投资者抢货。这代表什么？代表连国家级的资金都觉得实体黄金不够分了。第二个机会点，利率的送分题。美联储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经济，2026年大概率会继续降息，这对黄金来说就是最强助推器，因为黄金不升利息，当银行存款利率变低，甚至跟不上通膨时，钱就会像洪水一样涌向黄金。第三个机会点，白银的补涨。很多人没注意到，当金价冲破5000美元，黄金会变得贵的买不起，这时候大量资金会转向穷人的黄金、白银。目前市场预测白银在2026年可能直接挑战100美元大关，这对小额投资者来说，翻倍的空间甚至比黄金还大。如果你现在手里有10万、50万甚至更多，该怎么布局？我的建议非常直白。第一，实体黄金
压仓时，记住不要去买那种精致的黄金饰品，那叫消费，不叫投资。去银行或正规金店买纯金条或金币，这部分占你资金的10%到15%就够了，目的是为了万一银行系统出问题，这才是你唯一的硬通货。第二，黄金 ETF 赚价差，如果你想随时买卖赚钱，就用证券户头买黄金 ETF， 它的手续费极低，波动跟国际金价同步，就像买股票一样简单。2026年这会是主要获利来源。第三，黄金矿业股，以小博大，这是给想发横财的人准备的。当金价涨 10%， 优质的矿业公司利润可能涨 50%。2025年矿业股表现惊人，2026年随着金价站稳$5000，这些公司的财报会漂亮到让你不敢相信，千万别在金价大涨的那天去冲进去。2026年的盘面会非常激进，经常会有暴力洗盘，等它跌个 3%到 5% 的时候，就是老手进场捡便宜的时候。讲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已经很精彩了，但这只是盘面上的东西，真正决定2026年财富流向的，其实是藏在数据背后的恐惧与权力。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些坐拥亿万资产的大富豪，他们明明有最专业的投行团队，却在2026年开始疯狂买入实体黄金，甚至还要自己盖私人金库？我前阵子在一个私人聚会遇到一位做地产的大哥，他以前根本瞧不起黄金，觉得那玩意儿涨得慢，但他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背脊发凉的话，他说，现在我求的不是赚几倍，我求的是当这个世界的数字游戏重开机的时候，我手里还有能说话的筹码。这就是2026年的真相，黄金已经从投资品变成了生存物资。很多小白常犯一个错误，就是看涨就追，看跌就叫。如果你只盯着屏幕上的红绿数字，你永远只是大资金眼里的韭菜。我要告诉你一个真正的赚钱机会，不在于你买的多准，而在于你的配置节奏。在2026年，最聪明的做法不是一次性把子弹打光，我建议你采用金字塔式建仓。第一层，现在就先入金 20%， 买个心安，这叫底仓。第二层，等市场出现那种莫名其妙的大回撤时，再加 30%。2026年的市场情绪很极端，这种机会一定会有。第三层，剩下的资金用来布局我刚才说的白银或矿业股，去冲高收益。这样做，你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投资最怕的就是心穷，你越想靠这笔钱翻身，你就越容易在波动中被甩下车。终于来到最关键的时刻，如果你能听到这里，说明你已经赢过那群只会看热闹、看涨跌数字的人了。如果你问我，既然金价都要冲5000了，那我把全部身家都压进去行不行？我可以肯定跟你说，绝对不行。这就是我要讲的心理博弈。在2026年这个疯狂的节点，最可怕的不是金价不涨，而是你拿不住。当金价从4900突然回调到4600的时候，那种几万、几十万瞬间蒸发的恐惧，会让你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割肉离场，然后看住它在2周后反弹冲破5000。这就是金融市场最残酷的洗盘。为什么有人在金山里饿死？想象一下，你开车在浓雾的山路上，导航说前面有金矿，新手会死命踩油门，结果一个急转弯就掉下悬崖，老司机则是检查轮胎，准备好备胎，甚至备好3天的钱粮，慢慢开。2026年的投资就是这场浓雾，风险管理就是你的备胎。记住，黄金是让你用来守住财富的，不是让你拿全家老小的生活费去赌博的。当你心态稳了，不被每天的红绿数字牵着鼻子走，你才真正拥有了这些黄金。在接下来这一年，我建议你建立一个黄金加 X 的组合。第一，配置 50% 稳健资产，现金、短债或高息定存。虽然美元信任在崩裂，但它毕竟还是目前流通最广的货币，你生活需要它。第二，配置 30% 黄金组合，就像我刚才说的 ETF 赚价差，实体金拿安全感。第三，配置 20% 高成长资产，比如我们提到的白银、优质矿业股，甚至是2026年可能因为低利率而反弹的科技龙头。这样配置，金价大涨你赚翻，金价小跌你还有别的支撑。除了刚才提到的盘面趋势，其实在2026年这个特殊的时点，还有几个攸关生死的投资细节。如果你不知道，很可能金价涨了，你却亏在细节里。第一，提防实体黄金的回收陷阱。现在金价冲破$4900，满大街都是高价回收黄金的广告，但我告诉你，这行水得很深。2026年因为金价太贵，很多小型的回收商、银楼会开始玩扣重或加收折旧费的把戏。我之前拿1块早年买的旧金币去变现，
结果那家店开出的收购价比国际金价低了快 15%， 理由竟然是成色不够或者包装拆了。我建议2026年买金条一定要选原厂保证书齐全的，而且卖出的时候优先找原购买银行或大型连锁金行。记住，溢价太高的工艺金饰像龙凤镯在投资眼光里是负资产，因为卖出的时候工钱全没了。第二，纸黄金与实物黄金的脱钩风险，这点非常重要。现在市场上流通的纸黄金合约凭证数量远远超过了银行金库里真正的金条数量。2026年如果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大家集体冲到银行要求提领实物，很有可能发生挤兑。我建议的策略是，如果你是为了对抗信任崩塌，手里必须有摸得到的实体；如果你只是想赚波动的快钱，再考虑黄金 ETF。第三，关注印度与中国的税务与需求，这两国是全球最大的实体金买家。2026年，如果你看到印度突然调低黄金进口税，或者中国的房地产资金进一步转向黄金，那金价冲破5400美元就像喝水一样简单。但反过来，如果这两国因为经济压力开始大规模民间抛售，那金价会出现短暂但剧烈的回撤。第四，别忽视白银的工业属性，很多人只看黄金，但在2026年，随着 AI 数据中心和太阳能板光伏的爆发，工业对白银的需求是硬性的。黄金涨是因为大家怕，而白银涨是因为大家要用，这两种逻辑重叠会让白银的爆发力在2026年下半年极其惊人。感谢你耐心看到最后，今天我要送给你的 bonus 不是什么代码，而是一个2026黄金离场指标。很多人只会教你买，却从不教你卖。当你看到以下这3个讯号同时出现时，不管金价是5000还是6000，请你立刻分批离场。第一，大妈效应升级版。当你身边完全不懂金融的朋友，甚至路边的卖菜阿姨都在讨论如何开杠杆买金，说黄金是这辈子稳赚不赔的东西时，风险已经顶天了。第二，美元信用短暂回光返照。如果美国突然进行了极其严苛的财政改革，或者出现了某种超越黄金的新型储备资产，虽然几率很低，那黄金的溢价就会消失。第三，地缘政治全面熄火。当全世界突然进入一个极度和平，大家都在握手言和的阶段，虽然目前看来很难，黄金的避险吸引力会迅速枯竭。2026年最贵的不是黄金，而是你的心理素质。当市场每天都在讨论5000美元、6000美元时，你会非常焦虑，觉得自己买少了。请记住，永远不要为了黄金去借钱，开高杠杆。黄金是你的救命钱，不是你的赌博筹码。送大家一句我自己的座右铭：财富永远只会流向那些在混乱中保持冷静的人。最后，我想和大家掏心窝子讲几句真心话。虽然我们今天分析了这么多，从全球信用危机到2026年金价冲破5000美元的种种迹象，但金融市场最不缺的就是意外。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纯粹是我个人多年来的观察笔记和心得分享，这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你要知道，每个人的家底、风险承受能力，还有你的心理素质都不一样。金价涨跌是市场的事，但口袋里的钱是你自己的。投资这条路，风险一定要自己评估，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更不要赌上你的生活质量。说了这么多，我其实最想听听你们的想法。面对现在快要5000美元的金价，你觉得这是一个财富自由的最后上车机会，还是这只是一个即将破裂的巨大泡沫？你会选择继续持有美元，还是已经在保险箱里存好了金条？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析对你有一点点启发，或者帮你理清了这场混乱局势背后的逻辑，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最重要的是把这段视频分享给你身边正在犹豫要不要买房或买金的朋友，说不定你的一个转发就能帮他避开一个大坑，或者抓住一个转机。有任何问题，随时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量每一条都回复。祝大家在2026年都能稳稳的守住财富。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